国防部宣布，国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将于6月8号到12号应邀出席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并访问新加坡。此前，美国防长奥斯汀已确认出席本次对话会。近来，美方不仅大搞小圈子，还围绕对华关系、台海、南海等议题不断释放挑衅言论。在此背景下，中美防长在新加坡将有怎样的接触，备受外界关注。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二应邀在基辛格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时表示，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开倒车，最终必将殃及自身。中美关系不能再恶化下去了，必须做出正确抉择。根据国防部发布的消息，在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魏凤和将就中国对地区秩序的愿景议题作大会发言，全面介绍中方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策理念和实际行动。同时，魏凤和将会见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就国际和地区形势及双方防务安全合作等进行交流。访问期间，魏凤和还将与新加坡政府和防务部门领导举行会见会谈。香格里拉对话会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以及新加坡国防部亚洲安全峰会办公室携手组织的年度论坛，每年6月上旬前后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故得名香格里拉对话会。受新冠疫情影响，过去2年的对话会取消举办。事实上，每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中美军事官员的互动都是外界关注焦点。2018年，魏凤和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会面，并邀请他到访北京。马蒂斯数周后就赴北京访问。中国国防部形容此访取得积极的建设性的成果。5月初，美国现防长奥斯汀在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上已表态，将会出席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并表达出期待能在新加坡与魏凤和会面，希望两人的首次线下接触将有助于区域和平稳定。魏凤和与奥斯汀的首次互动是今年4月20日举行的通话，这也是中美防长近21个月以来的首次通话。双方讨论了两军防务关系、地区安全问题以及俄乌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魏凤和在通话中就台湾问题向美方提出严正警告。分析认为，台湾问题将是中美之间绕不过的话题。就在上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日本期间再发所谓协防台湾的言论。事后，白宫方面第一时间回应称，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对于美方错误言论，中方表达了强烈不满。东部战区在台湾地区周边海域和空域进行了一次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此次演习是对近期美台勾连活动的严正警告。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有能力也有决心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中美双方呢，在这次会晤当中，一定会就相关的问题进行更多的交锋。当然呢，我们应该看到，这种交锋呢，本身呢，也是两国之间呢，两军之间这种交流沟通的一种必要方式。尽管呢，目前呢，双方要在这些问题上完全达到一致，完全形成共识呢，可能呢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如果说中美两国两军呢有这样一些沟通的渠道，避免了相互的误判，还是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的。周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邀在基辛格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上发表视频致辞。王毅指出，中美关系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中美关系的历史叙事被人为歪曲，发展方向面临被进一步引向歧途的危险。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开倒车，将从根本上破坏台海和平，最终必将殃及自身。中美关系不能再恶化下去了，我们必须做出正确的决策。要端正战略认知，摒弃冷战思维。近段时间以来，美方屡打台湾牌，企图借此大搞政治操弄，以台制华。拜登此前四处兜售印太经济框架，有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甚至联名致函拜登，叫嚣要将台湾纳入该框架。与此同时，美台勾连的频率明显提升，不断挑战美方仅与台湾地区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据台外事部门周一报道，美国国会联邦参议员达科沃斯于当晚抵台，行程包括与蔡英文、苏贞昌等人会面。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二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美国国会有关议员窜访台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赵立坚指出，美方近期在台湾问题上发出一系列错误的信号，美国政府应该做的是把拜登总统有关的涉台的4不一无意的表态落到实处。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哪来的什么总统？我们敦促美方有关政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停止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于周二回应称，美国会一些议员纵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十分危险，民进党当局企图拉拢外部反华势力谋独挑衅，注定失败。此次行程是继4月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率领所谓重量级国会议员赴台后，相隔1个多月，美方再有议员率团窜访台湾。外界也注意到，此次窜访台湾的美国民主党议员达克沃斯，曾于去年6月与另外2名参议员一起搭乘军机抵台。当时，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美国议员搭乘军机赴台是非常恶劣的政治挑衅，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置台海和平与民族大义于不顾，最终必将玩火自焚。美国政治人物到台湾来基本上有几项原因一个是跟台湾的关系非常好，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政治人物自己有他的需求，他个人的需求。那他个人的需求的话，他有可能跟某些的行业、某些的企业有特别的关系军火，特别是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跟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这些的美国参众议员。他们跟军火上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在军事领域，美国林肯号航母和里根号航母打击群近日分别机动至冲绳东南海域，并进行双航母演习。此次美军双航母演习的水域位于台岛以东，与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此前演练的位置有所重叠，因而引发高度关注。根据美海军第7舰队发布的消息称，双航母打击群进行的部分演练内容包括弹药补给、消防演习等。有分析指出，参加演练的里根号航母4月刚刚完成年度维修，应该是首次出海进行演练，可能要先进行一些比较基础的训练。而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则是今年1月才开始进行海外部署的。这种双航母的配置将成为常态化配置，构成美国在西太的重要海上力量。美国基本上在所谓的西太平洋，大概拥有的兵力是13万到15万，不一定。因为有时候航空母舰离港，几千人就带走了最多的人是在日本，日本过来就是夏威夷，过来是南韩，过来是关岛，这4个地方加起来大概就13万多。蔡英文上任以来上任6年10起的空难意外，而在今年已经是第3起了。公开报道显示，仅今年以来，台军方已发生至少3起坠机事故。1月11日，一架单座 F-16V 战机在嘉义东石外海失联；3月14日，一架幻影2000战机在台东外海失事，飞行员跳伞获救。和之前发生的多起飞机失事事故一样，蔡英文又在社交平台哀悼，然后表示要全力调查事故原因。但岛内媒体批评指出，蔡英文从来没有真正重视台军的系统性问题。蔡当局以武拒统，以美谋独，导致台海局势高度紧张，台军飞行员压力很大，往往没有飞足够的时间就仓促上阵，怎么会不出事？今年以来，拜登政府加快推动旨在对抗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落地，为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造势。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近日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表示，未来几周之内将拟定印太经济框架规划的详细计划，今年夏天中期前将进行协商。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一在访问斐济期间表示，美国最近推出所谓印太经济框架违背基本经济规律，恐怕将无疾而终。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名单为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3个国家。
上周四，白宫发表声明，表示欢迎斐济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第14个创始成员。分析称，今年以来，拜登政府加快推动印太经济框架落地，以为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造势。据日本经济新闻周日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戴奇透露，拜登政府正想办法实施印太经济框架中的规则，谈判预计在夏天的中期前开始。对于拜登政府来说，中期选举确实非常重要。他们呢也确实呢是想赶在中期选举之前呢，在外交上有所政绩，能够为自己的选举呢能够博得更多的资本。印太经济框架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美国为抗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所提出的框架。不过，英国《金融时报》5月24日发表社论称，倘若美国真想赢得21世纪亚洲影响力的竞争，这完全是错误的方向。它让并非明显是美国盟友的亚洲国家感到困惑，为何要自找麻烦加入这个框架？社论指出，美国国内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大幅下跌。这些亚洲国家认为，11月中期选举之后，拜登将成为难以连任的跛脚鸭总统，所以他们必然推测，美国2024年可能会选出一位共和党总统，甚至可能还是特朗普，而后者将会撕毁拜登提出的脆弱倡议。此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印太经济框架缺乏任何激励措施，以吸引其他国家加入。美联社报道称，印太经济框架没有提供美国市场准入的优惠条款，在关税方面也没有做出承诺，其吸引力遭受质疑。印度商业标准报则称，印度虽然是初始成员国之一，但对于该多边框架中的贸易、监管标准等问题，却是准备最不充分的国家。因此，该框架对印度是利是弊，结论还不好下。此外，文章还指出，这一框架地缘政治含义太明显，印度如今加入该框架，势必给其未来的国际政策取向带来严峻挑战。它务虚的层面还是居多，更多的呢强调基于价值观来重构所谓的价值链和供应链。说到底呢，还是在玩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但是呢，东南亚国家呢，说到底，他们还是希望能够从与美国的这种经济合作当中获得实实在在的贸易和投资利益。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东南亚国家虽然呢有所期待，但是呢，如果说美国不能够真正的把框架变成实实在在的合作的话，那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吸引力一定会大打折扣。当地时间周一，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访问斐济期间表示，美国最近推出所谓印太经济框架，试图把经济事务政治化、武器化，甚至意识形态化，连正常的商品贸易都要用是否符合美式价值观来衡量。这种做法违背基本经济规律，给自由市场戴上镣铐，与互通有无、优势互补的经济全球化潮流背道而驰，恐怕将无疾而终。值得一提的是，在上周五闭幕的第27届国际交流会议亚洲的未来会议上，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称，印太经济框架是政治性而非经济性框架，旨在排除和对抗中国。中国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却被排除在外。美一心要排除中国，并向南海派遣军舰，这可能导致意外事件，并引发暴力或战争，不利于东盟国家经济发展。各方应避免美中冲突升级，维护地区稳定。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对马哈蒂尔的发言表示赞赏。马哈蒂尔前总理说得太好了，他的话说出了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心里话，也清楚表明了地区国家最关心的和最想要的是什么，那就是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美国背离这一方向，为一己私利，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甚至损害别国和地区整体利益，这一做法难以获得支持，也注定没有办法走远。分析指出，拜登政府上台后更加注重在核心技术上对中国形成遏制。近2年来，我国实体企业、科研机构不断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美国政府更是推出强调遏制中国的美国竞争法案。而印太经济框架中关于制定数字、数据领域相关标准的内容，同样反映出其封锁中国的意图。
此外，拜登政府试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供应链体系。印太经济框架中同样包含提高供应链安全、确保关键技术与原材料可获得性的相关内容，也可视为其供应链脱钩战略的一部分。有观点认为，虽然全球化进程放缓，与美国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构成了一定挑战，但区域一体化稳步推进，又为中国带来新机遇。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直接投资地区，中国企业也已深度融入东盟地区的生产和生活，巩固东盟等亚太市场，对中国出口而言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而印太经济框架与 RCEP 的参与国存在较多重合。在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中，仅有美国、印度2个国家未参与 RCEP。中国可借助东盟及周边地区区域一体化的红利，更好发挥 RCEP 的作用，推动中国在贸易和直接投资等领域与他们更深入的融合。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表示，亚太成功的密码是合作共赢，不是零和对抗。中方愿同地区国家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开放型地区经济，共同建设美好的亚太家园。中国呢，只要在既有的这种合作框架之下，继续呢向前发展，包括 RCEP， 包括“一带一路”这样一系列真正能够推动有关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合作计划，我们呢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应对印太经济框架的挑战。在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窜访台湾时，中国30架战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战巡，这意味着什么？梅西你好，解放军30架战机出征是对美台勾连的强力警告，用再明显不过的语言警告美国呢，不要玩火自焚，别妄想呢通过打台湾牌来遏制中国、阻挡中国国家统一的步伐。同时呢，也是对台当局进一步的强调中国的红线所在，以战训的方式警告台当局以美谋独是行不通的。那么为什么呢要派出30架战机战巡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规模？原因呢有4点。一是达克沃斯是再一次窜访台湾，1年内2度访台。去年6月呢，以捐赠疫苗为噱头，他乘军机到了台湾，实际上呢是在推动台独。现在又来了，受到中国制裁，还不死心，当然呢得重磅敲击。二是拜登首次亚洲行呢，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旨在排斥中国在印太区域制造分裂。拜登呢前脚刚走，达克沃斯就来鼓噪了，要深化美台经贸关系，讨论美台在区域安全、贸易投资、全球供应链等问题上的合作。这呢是明目张胆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当然的强烈回击。三是达克沃斯呢对台独的支持是肆无忌惮的，多次的推动或者是联署怂恿台独的议案，提出所谓2022年强化台湾安全法案，连同其他的参议院呢联名致函美国总统拜登，呼吁要把台湾呢纳入到印太经济框架等等。这样的人到台湾窜访，当然呢要严厉的警告。四是对台当局玩火自焚的警告。中国大陆呢一再强调谋独者必自焚，分裂者必严惩，但是蔡英文当局呢不听劝告，执意要与美国勾连，甘愿呢当美国遏制中国的棋子。中国呢只好用大规模军机战巡来发出强烈警告，同时呢也能让台湾的民众呢认清楚台独的后果就是地动山摇。要实现和平统一国家，台湾民众呢也有责任驱逐台独势力。总之解放军大规模军机出动是向美台同时发出信号，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是说到做到，你再不收敛，再胆敢胡作非为，那就要小心点了。战巡可能随时变成战斗，士兵演练可以随时变成实战打击。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今夏展开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与台湾另有磋商。美台要磋商什么？印太经济框架与美国中期选举有什么样的关联？好问题，我们呢先说台美要磋商什么。尽管台湾当局呢很想参与到印太经济框架中，扩大台独国际线，但是呢美国不敢轻举妄动，不敢呢把台湾纳入，否则呢就是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不被接纳，那怎么办呢？美国呢就在考虑和台湾呢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
所以啊，这个美台磋商的就是这个协议。那么按照戴希的说法呢，新的双边磋商主要包括供应链问题。台湾呢，什么产品最宝贵？芯片，台积电的芯片。可以说呢，这个美台的贸易和投资磋商大概呢就是围绕芯片展开。美国呢试图要获得采购的优先权，并且鼓动台积电到美国呀这个市场生产芯片。这不排除呢，美国呢要台湾对芯片出口设限，对中国大陆供应呢进一步的设限，这就是遏制中国。那么我们呢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印太经济框架与美国中期选举这样的关联是什么？印太经济框架呢不是一个传统的贸易协定，不涉及到关税和市场准入，那么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劳工阶层呢就不会有被印太廉价产品抢走饭碗的担忧。但同时呢，这个经贸框架是按照美国标准，在公平贸易、供应链弹性、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劳工权益等领域呢设置规则。那么更重要的呢是拉起了这个制约中国的大旗，这样呢既能够让美国选民没有丢掉饭碗的担心，又能呢满足制约中国、保证供应链不致中断的心理满足。那可能呢会在这个中期选举中呢去投民主党的票。就是说呀，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呢也是拜登政府打出的一张选举牌、政治牌，来挽救民主党呢在中期选举中的退市。这张牌呢能不能打响，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反正呢，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把话挑明了，这个经济框架呢，只有破坏这个全球供应链、人为制造技术脱钩和经济脱钩的作用，而对参与者呢没有什么实际好处。能不能呢骗住美国选民，就看民主党的政治鼓动者怎么唱怎么演了。当地时间周一，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斐济首都苏瓦同该国总理兼外长姆拜尼马拉玛共同主持了第2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当晚，中方发布中国关于同太平洋岛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立场文件，就进一步深化双方伙伴关系提出了15项愿景以及多个具体合作项目。王毅当天强调，中国永远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同中小国家站在一起。王毅还奉劝一些人不必过分焦虑、过于紧张，因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将会使这个世界更加公平、更加和谐、更加稳定。周一，王毅与斐济总理兼外长姆拜尼马拉玛共同主持第2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基里巴斯、萨摩亚、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所罗门群岛、汤加等国领导人或外长，以及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普纳等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与会。王毅在会上表示，首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达成的10余项成果已经落实到位。当晚，中方发布了中国关于同太平洋岛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立场文件。据介绍，中国在岛国实施了近500个成套项目，技术援助、物资援助和优惠贷款项目，为当地培养各类人才约1万人次。此外，中国同10个建交岛国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1992年至2021年，中国同建交岛国贸易额年均增长13%，扩大30多倍。在此基础上，文件中就进一步深化双方伙伴关系提出了15项愿景，其中包括24个具体合作项目，内容涵盖贸易投资、海洋环境、医疗教育、减贫发展等领域。那么可以理解呢，这个战略文件实际上对未来几年，双方一个全面发展，它实际上做了一个蓝图和规划，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一个政策的透明度。你可以看到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务实的，我看到一些具体的数字；第二，你可以看到它是多元和综合的，只有稳妥的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那么更多的夯实这种人文交流的经验啊，包括加强对地区国家能力的这种建设之后，才能够建立全面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才能够实现合作共赢。所以我觉得这个立场文件实际上体现了现在中国外交的很多特色，包括我们的透明性、多元性、综合性以及长期性。王毅周一在斐济表示，中方将继续向太平洋岛国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这句表态被外媒广泛转载。王毅还强调，中国不是新来者，而是同岛国相知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中国和岛国关系的快速发展也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水到渠成。
针对近期有人提出中国为何如此积极地支持和帮助南太岛国，王毅在会后明确向记者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永远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同中小国家站在一起。中国不仅帮助支持南太岛国，也帮助支持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今天如此，过去也是如此。王毅还奉劝一些人不必过分焦虑、过于紧张，因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将会使这个世界更加公平、更加和谐、更加稳定。就是因为实际上中国的力量在长大，那么我们的人走出去了，我们的投资走出去了，而且呢，实际上这种周边或者说是更广于全球国家的发展，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对当地国家来说，它是一个越来越，我们就说地球是平的，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最终就跟那个习主席所说，是要建立一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各国之间共同的发展、共同的安全，那么才能够实现整体人类的一个共同进步。不过，王毅周一在斐济与南太岛国外长举行会晤，最终并未签署安全协议。王毅在会后表示，同与会国家就疫后经济复苏、成立新的农业及灾害应对中心等部分领域达成共识，在其他领域将继续深入探讨，以形成更多共识。在当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就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第2次外长会未通过共同文件进行提问。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此表示，这是一个持续讨论的过程，并非每次会议都要发表共同文件。这次外长会上，各方又就此达成了新的共识，向最终达成协议迈出了重要一步。各方同意继续开展积极务实的讨论，争取达成更多的共识。斐济方面，姆拜尼马拉玛周一强调，中国是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对话伙伴，同时也是所有参加当天外长会的太平洋岛国的重要双边伙伴。在任何有关新共同文件的讨论中，始终将各国的共识放在首位。可以说呢，围绕南太的现在的国际关系的斗争还是比较激烈的，所以这些国家实际上是面临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一种压力。随着我们和这些国家经贸人文交流的加强，现在逐步的来推进从这个经济到安全，从非传统安全到传统安全，我觉得这是中国海外利益逐步走出去是未来必须要做的事儿。那么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区别于像澳洲啊、美国说我们所谓的建立这种海外军事基地，这完全是两者不可以完全混谈在一起的。对斐济的访问结束后，王毅还将继续出访汤加、瓦努阿图、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等国，而西方舆论的无端猜忌和戒备仍在持续。继上周抢先访问斐济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周一发表声明称，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是太平洋大家庭的责任，而澳大利亚是其中一部分。新西兰前外交部长布朗利周一通过新西兰广播电台催促现任外长马胡塔，称其应该紧追中国外交部长访问太平洋岛国。分析认为，相比于充满地缘政治算计的论调，国际社会更应该倾听来自太平洋岛国的声音。姆拜尼马拉玛周一强调，自2018年王毅到访以来，全球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合作和国际法从未如此重要。与不断上升的海平面、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以及快速上涨的能源和运输价格带来的影响相比，所谓地缘政治的加分不值一提。中小型国家一方面他们有发展的需求，他希望来自西方的、来自中国的、来自不同国家对他的投资和关注，但同时他们的战略自主性也在提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不变的反而是这些老牌的这种殖民国家，或者很多国家把他自己邻近的地区划为了这种所谓的势力范围，不能说这个是你的地盘，你把它忽视了，经营不好，那么别的国家进行一个平等的交流就不可以。所以我觉得这种过去这些国家仍然有这种冷战的思维或者这种地域限制的思维，实际上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既不符合全球的发展，也不符合实际上南太国家自己的需求。英国《泰晤士报》近日刊登了对东帝汶总统奥尔塔的专访。他表示，为何所罗门群岛会在海上安全和警务领域寻求中国的支持？也许是因为其周边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没有回应他们的需求；也许是他们的邻居浪费时间用于讲授人权，而不是试图提供帮助。他说，期待中国参与东帝汶的海上油气开发项目。我希望中国能成为投资者，越早越好。
有报道称，随着中国及其企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扶植当地发展的项目越来越多，许多南太岛国民众能够更客观地看待中国，也更愿意接受、认可中国。以位于巴新的塔里机场项目为例，其所在省份过去没有可用的机场设施，机场启用后，当地人才告别跨省乘坐飞机的历史。另外，该公司在瓦努阿图塔纳岛的项目则积极雇佣当地人，教授他们各项技能。美联社周一的报道中也提及，许多南太岛国民众认为，无论投资来自何方，只要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是有益的。 Chinese have always been in Papua New Guinea for a very long time. We can't stop development, and then it just happens that they are the ones that have come and they've, helped to build a nation. I haven't experienced this kind of life before. I am 56 years old now, and this is first of its kind in my life. So I feel very appreciative for w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done. 继续关注俄乌战事。据报道，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日前战斗激烈，其中北顿涅茨克市的战事成为焦点。乌克兰方面周一表示，俄军在北顿涅茨克市的战斗已经从该市郊区推到了城区，目前正在进行巷战。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提供可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先进火箭炮系统。 根据俄联邦国防部周一上午发布的简报，俄罗斯方面宣称，自2月24日行动开始以来，已击毁乌军3323辆坦克装甲车辆、1731门深管火炮或迫击炮、451门多管火箭炮、352套防空导弹系统和3294辆特种军用车辆，在空中击落或在地面击毁183架各型飞机、128架直升机和1064架无人机。 俄国防部称，俄军在对尼古拉耶夫州的海洋造船厂区域的打击中，摧毁了乌军的坦克和装甲车等军事目标。俄火线炮兵部队打击了乌方的指挥所、人员和武器装备集结点等军事目标。乌克兰方面周一则表示，俄军继续在乌克兰东部发动进攻，以达到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完全控制。乌国防部发言人莫图齐亚尼克表示，俄罗斯军队的攻击已达到最大强度，俄军沿整个前线交战，并试图用大炮轰炸乌军的后方阵地。乌克兰卢甘斯克军政管理局负责人当天表示，北顿涅茨克市的战斗已经从该市郊区推到了城区，并向城市内部延伸，目前正在进行巷战。该负责人认为，巷战还会持续。在乌东地区呢，也有关键的，刚才讲的，除了马里乌波尔港口啊，现在呢就是北顿涅茨克的啊这样一些重镇。这些重镇呢，不仅是个交通的枢纽啊，它也是这个西方给它不断运武器的一个战略通道。 当然也是人道主义这个一个走廊，另外呢还是粮食储备啊，还有它的这个大型的这个人员聚集和武器装备啊比较聚集的地方，所以俄罗斯要攻下这样一些关键的城市，实际上呢就为了结束乌东地区这个包围，让这个乌克兰呢实际上呢要屈服呢。 是奠定非常重要的基础的。顿涅茨克武装周一则发布消息称，顿涅茨克市中心遭到乌克兰方面的炮击，造成至少20多人死伤。炮击造成2所学校和1所少年文化宫受损。乌克兰方面在炮击中可能使用了美国制造的重型武器。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称，乌方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儿童机构的行为令人发指，而俄方一直在努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另一方面，乌克兰近期多次呼吁美国提供多管火箭炮系统及其轻型版本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也就是海马斯系统，其射程最远可达300公里，远超美西方迄今提供的榴弹炮和其他火炮系统。英国《卫报》分析称，俄罗斯的火力正在阻止乌克兰军队集结反击，而多管火箭炮系统可以通过破坏敌后方的各种活动来帮助扭转战局。 连日来，多家美国媒体不断对外透露消息，爆料称拜登政府正准备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火箭系统，作为对乌克兰更大的军事和安全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周一，拜登终于正式表态称，不会向乌克兰提供可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火箭炮系统。美国不断的拱火这个俄乌冲突一个重要的原因。 实际上就是想通过代理人的战争来拖垮俄罗斯，但是呢，它不能直接转入冲突。第一呢，因为乌克兰本身不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它用北约的名义来去拱火的话，合法性也不足。
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直接去转的冲突的话，俄罗斯说得很清楚，那我就要直接去对付你北约不惜用核武器各种各样的方式，实际上他也受不了，所以他既要去支持乌克兰希望他不断的来耗散俄罗斯的实力，同时呢，也不希望乌克兰呢太过越了红线。路透社解读，拜登没有明确规定哪类武器系统不在援乌清单之列，但按照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说法，美方考虑援乌的火箭炮不会具备超出战场使用范围的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天表示，美国的这一决定是明智的，并重申，如果俄罗斯的城市遭到袭击，那么俄罗斯军队将袭击这些做出犯罪决定的中心。而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如果美国不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火箭系统，乌克兰不太可能取得对俄罗斯的军事胜利。据美国运输司令部近日发表的声明，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 2.35 万吨的武器和弹药，但多数是毒刺和标枪等单兵便携式防空及反坦克导弹，但像火箭炮等重型武器，此前尽管乌克兰强烈要求，西方也一直持保留态度。陆地上的武器装备虽然有所限制，但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海军装备却是火力越来越升级。据新华社报道，乌克兰国防部上周六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方正从丹麦、英国和荷兰接收一批鱼叉反舰导弹系统，以用于黑海地区的防御。其他伙伴国家也将陆续加入向乌方供应这种导弹的行列。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鱼叉反舰导弹将与乌海王星导弹一起在该国沿海岸地区使用，包括位于乌克兰南部黑海沿岸的敖德萨地区。据介绍，由波音公司生产的鱼叉导弹是美国海军标准的反舰导弹，导弹射程最高近300公里。这款导弹可以自飞机、各类水面军舰以及潜艇上发射。五角大楼正在准备制定摧毁俄黑海舰队的计划，不过该说法迅速遭到了五角大楼的否认。据报道，乌克兰此前一直向西方要求支援鱼叉导弹，以打破俄罗斯对敖德萨港口的封锁。不过，由于担心俄罗斯的报复，一直没有西方国家愿意首先向乌克兰提供该导弹。有分析指出，黑海是全球反舰导弹部署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而俄罗斯则拥有多种类型的反舰导弹，因此，即便乌克兰获得了鱼叉或其他北约国家提供的导弹，也难以对俄军潜艇造成威胁。不过，提供鱼叉导弹代表了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升级，俄方对此作出回应将不可避免。经过多日协商，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周一同意立即禁止进口约75%的俄罗斯石油，在今年年底前禁止进口约90%的俄罗斯石油。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坚持反对石油禁运的内陆欧盟国家做出了让步。德国媒体称，这是俄乌冲突3个月以来欧盟迄今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外界担心，对高度依赖俄罗斯原油的欧洲国家来说，石油禁令将进一步加速其商品涨价，推高通胀，最终买单的将是欧盟普通民众。欧盟特别峰会周一、周二2天在布鲁塞尔召开。当地时间周一深夜，欧盟方面宣布，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就立即部分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达成一致，将立即对用海运方式从俄罗斯输入欧盟的石油实施禁令。这会覆盖超过2/3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通过管道供应的石油暂时例外。此外，在今年年底前，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将削减90%，以减少俄资金来源。制裁方案还包括将俄最大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系统之外，禁止3家俄国家媒体的新闻信息产品以任何形式在欧盟落地和传播等。欧盟还准备向乌克兰提供90亿欧元，以支持其重建。欧洲理事会将继续与7国集团成员国一起，帮助乌克兰满足当前对流动性的需求。因为俄罗斯的这个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石油的出口，他以为这样的话也停止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我觉得还有欧盟现在可能很着急，因为俄罗斯好像现在正在按照他的战略部署，逐步收紧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包围，所以他加大这样一个制裁。本月初，欧盟委员会提交了第6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提案，包括今年年底前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在16日举行的欧盟外长会上，因匈牙利反对，提案未获通过。在周一当天的峰会召开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再次表达匈方立场。我
The problem is, that we are in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asically because of the irresponsible behavior of the Commission. The Hungarian position is very simple, because energy is a serious issue. It's not a kid game, yeah. So it's serious. So it means that first we need solutions and then the sanctions. 据彭博社等媒体披露的方案，欧盟最新的石油制裁将禁止所有海运的进口俄油，同时豁免管道石油，为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保留俄油进口通道。俄罗斯石油约占欧盟原油进口份额的27%。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去年欧洲平均每天从俄罗斯进口220万桶原油以及120万桶成品油。欧盟进口的俄罗斯石油有2/3通过油轮运输，1/3通过德鲁日巴管道运输。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是欧盟的内陆国家，没有海港，无法通过油轮运输石油，只能依靠输油管道。匈牙利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60%以上的石油和85%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斯洛伐克有92%的石油进口来自俄罗斯。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称，该制裁方案是对坚决反对禁运的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等内陆国家的让步。欧盟成员国围绕对俄第6轮制裁方案争执不下，一度影响了欧洲的团结。英国卫报报道称，在本轮制裁通过前一天的欧盟高级外交官特别会议上，欧盟考虑让内陆能源进口国匈牙利等继续通过管道接收俄石油，直到找到替代来源。但这一妥协陷入僵局，部分成员国认为这样不公平，因为匈牙利可以买到比邻国便宜35%的石油。卫报称，这种状况加深了欧盟内部的分歧。一位波兰高级外交官怀疑匈牙利反对石油禁运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和技术。还有人认为，延迟达成协议发出了一个可怕的政治信号，因为俄罗斯军队正在顿巴斯占据上风。首先呢，欧盟它是27个成员国，它很难用一个声音说话，尽管它一直这么想。它一旦以一个声音说话呢，它就打折板，可能相对就比较弱啊。这次制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上的一种考虑，显示所谓的欧洲的团结，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和心理上的一种威慑吧。对于欧盟国家领导人达成部分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协议，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俄罗斯将找到其他进口国。实际上，印度等国正在加大对俄石油采购力度。路透社报道称，自今年2月24日以来，印度已经收到3400万桶打折的俄罗斯石油。数据显示，俄罗斯5月份已向印度供应了超过2400万桶石油，高于4月份的720万桶和3月份的300万桶。6月，俄罗斯将向印度供应约2800万桶石油。相比布伦特原油每桶120美元的高位，目前俄罗斯乌拉尔原油的交易价格仅为每桶93美元。瑞士石油后勤咨询公司数据显示，今年年初以来，俄罗斯借海上油轮运往亚洲市场的石油量增加至少50%。如果算上管道供应，俄罗斯出口的原油和石油产品4月增至日均800多万桶，已经恢复至俄乌冲突升级之前的水平。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欧亚研究院研究员刘旭。刘先生您好，俄乌在北顿涅茨克市的战斗已经推到了城区，目前正在进行巷战。俄乌在乌东地区的整体战事推进格局如何呢？您是如何来判断乌东地区战事前景？俄罗斯的意图就是要打通这一片的从克里米亚一直到这个北部的卢甘斯克，这整个东部地区要连成一条线那么有可能未来可能还会在南部和这个奥德赛这个方向可能会有所行动，但是现在看起来行动的主要方向还是要在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卢甘斯克和这个顿涅茨克两个这个独立的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它要形式上在这个行政区域上要实现这个完全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脱离，也就是实现彻底的这个占领。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局面，特别是在拿下了马里乌波尔之后这个俄罗斯在这一方向看起来是形成了一定的军事优势但是实际上乌克兰还是保留了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有生力量，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这种北约的这种武器的一些援助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一个方向上，俄罗斯想要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其实也是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但是我们能看到俄罗斯已经显现出这样的一种决心啊，就是它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这个目标看起来要比之前的目标更实际、更现实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在东部地区的这种战线，可能会愈发呈现一种焦灼的这种情况。那么即使这个俄罗斯拿下了整个这个东部地区，那我们也可能预见到未来这一部分啊，也可能不会是一个很和平的这么一个情况，可能会有大大小小的这种临界点的这种战争啊，还会持续下去。俄罗斯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俄方顺利完成了从水面舰艇试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任务。俄罗斯近期不断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对美西方传递出哪些信息？近期这俄罗斯的一系列的这种，尤其是超高音速武器这方面的试射，它一方面确实是和这个当前的这个俄乌局势啊紧密的相连，也就是它其实威慑的并不是这个乌克兰，而是对这个北约啊，特别是美国要提出这样的一种警告。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也是俄罗斯本身自己啊，就是这个常年的这种军事计划的一个部分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它有的自己这个核弹头的这个优势啊，但实际上它在整个这个反导系统，那么在其他这个相应的这种我们说除去核武器之外的相应的一些装备，还有整个这个战争系统、指挥系统这方面，其实与美国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它的这种超高音速这种技术的发展，其实相当于就是我在众多的这个领域的方面，我没法完全超过你的话，那么我集中我的优势，发展我在某一方面能够这个对你产生威胁的这样的一种战略吧。所以我们看到是俄罗斯现在是比较坚定的沿着这个战略在往前走啊，就是我可以通过我这一招最后能毙命，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就能够获取对你最大的这种威慑的这种能力啊。所以从这个方面角度讲，这是俄罗斯长期的这么一个军事战略的它的一个目标。那么另外对现在这个战局的影响，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它其实是对北约的一种威慑，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避免和这个北约和俄罗斯的直接的对抗。那么如果一旦对抗起来的话，那俄罗斯它现在的显示就是我还是有能力对你们北约的各个国家产生这种足够的威胁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欧盟已就对俄实施石油禁运达成共识。您觉得这一方案是否还有变数呢？对俄罗斯的制裁效果如何？实际上，从欧盟的整体的这个特别是上至领导人，下至整个社会的。它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啊，我要切断和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因为在他们看来，俄罗斯是一个不可靠的，特别是就是对它的地区产生一个很重要威胁的这样的一个贸易伙伴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会导致欧盟为了获得替代俄罗斯的这种石油，要向其他的地区要购买石油。那么俄罗斯的石油的出口路线受阻了之后，必然会推高整个这个全球的这个供应的不稳定的情况。另外，它也会进一步加剧整个全球这个石油的这个购买者、这个投资者，他们这个对整个未来石油供应和价格的一种预期。那么未来的价格可能会进一步的上涨那么这种上涨可能进一步会导致整个欧洲乃至这个相应的世界的其他的和这个欧洲有密切经贸关系联系的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那么相应的这些经济的这个后果还是会比较严重的。欢迎回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周二结束北京行程，返回香港。他会见传媒时再次感谢中央对他的信任。香港各界也期待新一届特区政府在李家超的带领下凝聚共识，把握机遇，万众一心，为香港开创新篇。李家超下午4点左右抵达香港，在机场接受核酸检测后，傍晚6点会见记者。李家超表示，对自己被委任为第6任行政长官感到非常荣幸，深感责任重大，會全力以赴，不負中央信任和市民期望。習主席同埋李總理都一次強調，中央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以及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在北京会见新当选并获中央任命的香港特区第6任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舆论认为，这体现了中央对李家超的充分肯定和信任，期待李家超履职尽责有为，谱写香港新篇。香港大公报社评指出，中央的任命是实质性任命，这一系列的程序具有高度的限制性意义，体现了国家主权和中央对港的全面管制权，也标志着特区行政长官履行向中央负责的限制责任的起点。香港明报社评认为，对中央而言，这次特区政府换届标志香港由乱到治过渡期告一段落，进入由治及兴新时期。特区政府需要干出成绩，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既是中央要求，也是港人所欲。中央和港人都期望治港者有魄力，打破妨碍民生改善的各种利益樊篱，展现新气象。全国人大常委、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谭耀宗表示，香港完善选举制度，符合一國兩制以及香港的實際，保證了香港今後長期穩定發展。而家有新選制之後咧，希望令到我哋香港咧可以有一個比較平靜啲嘅環境，然後咧集中精力咧去解決一啲社會嘅深層次嘅矛盾啦，我哋面對嘅挑戰同問題啊，點樣發展好經濟啊？因為而家發展經濟咧，亦都係刻不容緩嘅嘢嚟嘅。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周二舉行專題研討會，討論香港應如何在世界波谲雲詭的政治經濟新形勢下，更好地在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中開啟經濟發展新篇。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總召集人梁振英致辭時表示，世界100年未有的大變局正加速演變，香港作為完全開放經濟體，未來發展將會繼續受到外部環境影響，各行各業都必須關心香港如何借助國家發展勢頭，提升在變局中的競爭力。2年來國安法的出台和完善選舉制度的落實，穩住了香港的內部環境。如何借助國家發展的勢頭，提升在變局中的競爭力和定力，這都是香港各行各業都必須關心的問題。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主題曲《錢》。節目的最後，我們一起來感受28位香港及內地歌手大合唱的氛圍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直播港澳台，祝您晚安，再見。